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發現，連國家發的工資都開始遲到，那不是個人倒霉，是一個時代在悄悄塌陷。不是股票，不是房價，是最基礎的工資、醫保、公交、醫院。而這些正在中國許多縣鄉層級慢慢消失，不是斷崖，是緩慢窒息。2025年前3季度，除廣東、新疆、黑龍江外，全國已有28個省份公開財政數據。表面上看，一些省份依然穩得住，西藏、吉林預算收入增速還能維持在2位數，但大多數省份徘徊在2%左右，甚至直接負增長。可問題是，經濟不是 PPT， 財政不是 Excel。一位受訪學者說的直接爆出來的都是能見光的，見不得光的根本不在表裡。他說他認識一位山東省政府裡的朋友，對方直言，今年的財政數據說慘不忍睹都算客氣。你去街上看看，餐廳空桌比人多，商場冷得像停屍房，門店一排拉捲簾門，消費沒了，但報表裡他還活着。這就是當下地方財政的詭異現實。賬上沒錢，數據很美；卡裡沒錢，嘴上很穩。真正首先感受到崩塌的，不是寫報告的人，是最底層的縣鄉公務員、事業單位人員、合同工。湖北、雲南、黑龍江多地從第3季度開始，工資開始延遲發放。湖北襄樊一名事業編人員說，現在只發基本工資，績效改成按季度發不發再說。他的語氣背後是更真實的焦慮。他一個在羅田縣的朋友，工資已經拖了半年，不是推遲，是消失；不是發完，是不動聲色的蒸發。一位湖北縣级單位人員在聊天群裡寫，現在不是拖，就是欠，拖久了就直接欠。而現在最危險的不是編制內，是那些編外人員、臨聘人員。他們沒有文件，沒有兜底，一旦財政斷流，就是最先被清零的一群人。當一個國家開始拖欠支撐它運轉的人，你就該知道問題已經不是困難，而是結構性失控。如果工資拖欠是隱形崩塌，那工程停擺就是肉眼可見的塌方。雲南昭通10月起大量城建項目停工，工地上掛着一張紙，等待後續資金安排。這6個字翻譯過來是沒錢了。數據已經寫死了趨勢。2025年多地土地出讓收入持續大幅下滑，地塊流拍率上升，成交明顯降溫。土地這台過去20年的財政印鈔機，現在終於開始卡紙了。而縣級財政最致命的問題是，它高度依賴土地，土地沒了，線就斷了，線一斷，所有項目只能掛着等死。所以你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工地停了，而是一個又一個縣城的經濟心跳開始變弱。2025年9月29日，廣西荔浦3家公交公司發布停運公告，理由很誠實，資金鏈斷裂，長期虧損，保險都交不起。這不是個例。河南安陽多個城郊線路也相繼停運，官方回應統一口徑，疫情後客流下降，線路持續虧損。說白了，不是乘客少，是財政不補了。城鄉公交的本質是靠財政輸血活着，它從來不是市場行為，它是一種社會基礎兜底。而當一個地方連公交兜底能力都在失效時，說明什麼？說明財政不只是緊張，是開始自我縮表、自我切割。網民在抖音上評論得很冷，公交一停，村裡人出門就靠命。對普通人來說，這些停運不是數據，是每天的生活成本開始上升，是時間被拉長，是出行權利被壓縮。
你以為只是公交，其實是公共服務在一層層退回歷史深處。更讓人心慌的是醫療系統的收縮信號。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西苑區投入使用不到1年半，卻在11月20日正式宣布醫療延伸點停診。而類似消息不止一個。山西省腫瘤醫院計劃在2025年8月撤回江北國際醫院南苑區，朝陽區康復醫院從1院2區調整為單一院區。溫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瑞安西院區床位規模、面積全面下調。這一切不是偶然，是一場關於錢的系統性重構。研究醫療體系的學者表示，地方財政緊張後，部分非稅收入被重新劃轉到醫保基金，醫院端的經費空間被壓縮，擴張時代結束了，進入收縮週期。醫院開始撤點，科室開始整合，床位開始減少。對於患者而言，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排隊更久，就醫更難，成本更高。當財政開始對醫院精算，身體的風險最後都轉嫁給了普通人。人民網、新華社、央視新聞這些官方渠道，從9月到11月不約而同反覆出現高頻詞，三保壓力加大，收支矛盾突出，壓縮一般性支出，守住底線。這不是情緒詞，是財政系統內部的真實預警信號。各地財政部門公開說，當前優先保障的是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資、保運轉。而一旦到了連保工資都困難的階段，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這個系統已經開始進入高壓力維穩狀態。真正可怕的，從來不是一件事發生，而是所有壞事開始聯動。當財政開始斷血，接下來崩的絕不只是一摞報表，而是一個地方的生活結構本身。過去10多年，中國縣域經濟長期踩在一個公式上：土地出讓加地方融資平台加基建拉動加轉移支付兜底。現在第一個引擎先壞了，土地賣不動了。2025年，多地公開報表中，土地出讓收入相比2021、2022年高峰期，普遍下降40%至70%之間。一些中西部縣區甚至只剩當年的1/3，結果就是新區沒人住，老城區在老化，財政卻已經斷糧，沒有錢繼續修，也沒有錢維護舊的。於是出現一個詭異現象：樓還沒爛，路還沒斷，但功能已經提前死亡。縣城經濟開始進入一種新狀態，空心化的第二階段。第一階段是人走了，第二階段是錢也走了。而當錢走完之後，就只剩下一個問題：誰還會留下？一個縣城的經濟其實很簡單，靠本地人花錢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人手裡已經沒錢了。當收入萎縮，第一刀砍的一定是非必需消費。然後你就會看到餐飲倒閉率上升，商場客流暴跌，沿街門面瘋狂轉租。很多3、4線城市，一條商業街能活下來的只剩3種店：藥店、彩票站、低價零食鋪。這不是升級，是退化為生存經濟。2025年，各地財政政策有一個共同特徵：縮表、縮項目、縮招聘、縮補貼、縮服務。原本用於地方發展的項目，一刀切掉。城市更新項目，無限期延後。就業培訓經費，能省就省。但問題是，預算表能壓，真實生活卻壓不下去。你可以砍一個道路養護項目，但路還得有人走。你可以合併一個醫院科室，但病人不會減少。於是你會發現，
在財政邏輯裡，一切都是數字；在生活裡，一切都是肉。而這幾年，肉一直在被切。地方財政困境的真正本質，從來不是錢不夠，而是支撐系統運行的每一根骨架正在老化，年年輸血，年年失血。如果你還看見人們在排隊交房貸，在加班，在招聘，在考編，那不是因為他們不怕，而是因為他們還沒被徹底逼到牆角。但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問，這個地方還有未來嗎？那就說明裂縫已經不在賬上，而在人心裡。